为什么在中国，朋友既可能成为保护者，也可能成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仪表、服饰和排场往往比真实能力更能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为什么中国的知识阶层如此强调德行讨论，却很少改变社会结构本身？为什么记忆力在中国的教育里被高度崇拜，却未必带来自由思想？为什么当社会无法理解陌生人时，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探索，而是恐惧？当利玛窦进入南昌时，他以为自己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据点，但他很快就发现，他真正踏入的是一场关于权力、恐惧与人情的博弈。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卷第11章。第11章，在南昌开辟了传教事业。江西省的省会是南昌，它并不是一座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但它因为知识阶层的人数多而闻名全国。他们从这里出去担任政府的各种要职。它的幅员大致和广州一样大，不过商业贸易远不如广州。这儿的百姓是勤俭的，习惯于生活简单，尽管他们奉行伪宗教，其中有很多人仍然是中国斋戒的严格遵守者。知识分子，也就是受过教育的阶级，形成一个社会，而且在规定的日子，其中一些最有学识的人举行有关实践各种德行的讨论会。倘若有人从他们的外表来判断，他必定认为他们的文雅风度再没有什么可添加的了，但他们缺乏真正信仰的光明，盲无目标地在德行的道路上回旋，是没有牧人的迷途羔羊。到达这里以后有几天，利玛窦神父足不出户，用祈祷把他的事业交托给上帝。他想到的唯一可能对自己有帮助的人是上面提到的那位医生，所以他决定去拜访他。此人在官员中以行医出名，特别为总督所知，总督很器重他。除了行医而外，这位医生也以在他交往中始终表现文雅和态度和蔼知名。总督很高兴地听说有一个外国人和他的朋友，也就是北京的侍郎一起到来，便去拜访他。然而他看见客人时有点吃惊，并注意到客人的相貌跟中国人的相貌大不相同。更令他惊异的是，他发现这个洋人非常熟悉中国的礼仪和习惯，并通晓中国文献。根据他对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官员们的长期经验，利玛窦神父已经懂得，和他们交往，要是忽视了这类拜访习惯上所必须的外表，那就得不到什么。正是这个缘故，他进了城就决定采用适度的仪表，穿上在正式访问时已成习惯的丝绸长袍，还戴上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帽子，也就是穿戴上儒生的冠袍。这种帽子和西班牙传教士所戴的那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稍高一些。拜访时，他总带着2名身穿手织服装的仆人，并乘坐由教夫监抬的教椅出行。这些都是习惯所需，即使在不那么有名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是一样的。事实上，如果忽略了这些习惯，就不会被看作是个有学问的人。正是这样，仪表一旦被用来当作习惯，便和他们只不过作为其代表的东西合二为一了。当我们谈到知识分子，也就是有学识的阶层时，我们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指官员。官员在公开露面时是更为威风和壮观的。他们当然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官员。利玛窦神父决定去拜访他的医生朋友，他穿上一身礼服，免得被人挖苦为和尚。医生有一份利玛窦不久前送给他的欧洲珍贵礼物，因为他稀奇，所以他拿它来招来他的朋友们的好奇心。朋友们辗转在乡下散布谣言说，有个外国人到来，他相貌奇特，每个人都应该去看看。医生以报答盛情的方式邀请利玛窦神父赴盛宴，排场之大，正如所曾叙述过的那样，应邀的有上等阶层的一些人，还有些客人是皇帝的亲戚。这个城里有许多皇亲国戚，后面还要更多地谈到他们。大家都喜欢神父的仪表，
喜欢和他交往，而他们都态度友善，这又给了神父一个机会，把他目前的一些处境拨进谈话里来。他向他们担保说，他很乐意留在这个城市里，如果情况允许他留下。与会的人都愿意接受这个意见。医生对此激动的简直不敢相信他所听见的话，不相信这是认真说的。中国人惯于用权宜的借口用来掩饰虚假，因此为了促进所说的事，医生就假称他接到了北京侍郎的几封信，信中大力推荐利玛窦神父，要他设法把神父安置在省城里，因为广东省不利于神父的健康。上等阶层的这类聚会并不是用于争取开辟新驻地的唯一手段，有时候为努力赢得前来访问神父的当地许多居民，利玛窦要向他们解答一些数学问题，这看来使他们很满意。有时他为他们制作日晷作为消遣，并向他们表演他是怎样计算的。然而最令他们满意的莫过于表演他的非凡记忆力，他是采用一些技巧和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当中有学识的人对此特别感到兴趣，因为中国人要比其他民族更为不断用力地把整卷的书都背下来。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头几年的学习完全是放在这种记忆的本领上。有时候他们把很多中国字漫无次序地写下来，而利玛窦神父读上一两遍，再通过记忆就把他们按书写的样子重复读出来。那是非常惊人的，但使他们简直莫名其妙的是，他马上又把整篇东西通过记忆倒背了出来。他们很多人渴望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于是他把这种方法交给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但是困难不小。他就这样使自己对所有的人有求必应，为的是争取他们都皈依基督教。这一切正在进行时，利玛窦碰巧遇到一个有名的人物。这位先生在邵州当大官时，利玛窦曾和他很友好，他受到了殷勤的接待，就想得到此人的帮助，取得建立永久居留地的许可。他的朋友答应他说，他要找城里的一位大员，把情况上报总督，但他找不到一个肯冒险卷入和外国人的事有牵连的人。正在这时，他的邵州老相识奉召到北京省担任官职。不过在离开之前，他把利玛窦介绍给他的一位上层阶级的朋友。利玛窦认为最好是信赖此人，而不是信赖他的医生朋友，后者的声望直到那时还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他接受的并立即奉行的建议是，不比管那些官员而在城里住下来，然而不是在他当时所住的市中心，而是在城墙之外，离他本人住的地方不远。这时候外国传教士在这座城市里已经很知名了。当他迁居后，很多常去看他的人却找不到他，结果在百姓中间就开始流传各种谣言，并且发生了一种恐惧，认为由于这个洋人，公义可能受到损害。这些平常的无聊传说最后传进了官员的衙门，乃至总督衙门，结果是下令进行彻底调查，弄清外国人的下落，他从哪儿来的，他为什么住在这里。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还不清楚，但姓陆的总督已经得到一份同情利玛窦神父的报告，所以当他听说起这个神秘的外国人时，他就推论二者必定是同一个人。有了这个印象，他把外国人可能居住地区的武官招来，命他查询这个人是谁，从何处来。他告诫武官要对待利玛窦彬彬有礼，避免任何不敬，并且在次日把他的发现上报。根据流行的风俗，武官把他的拜客帖送交利玛窦神父，并通过一名家仆请神父把有关护照的事报告总督。他还声明，总督本人想拜访神父，但为紧急事务所累，未能前来。然后他请利玛窦神父在他方便的时候来拜会总督。神父很乐于这样做，他穿上传统的礼服前去拜访，并用书面答复把总督所问的事呈递上去。他说明他在广东省的肇庆和邵州已经居住了好几年，大约半年前他随兵部侍郎来到这里，并说了他的名字。经他同意，神父才沿河一直旅行到南京。他在此地登岸休息，
直到他能够做好返回广东省的旅程准备。当他的新朋友还有跟利玛窦寄寓处的房屋主人一听说总督在查询神父，就吓得要命，而且近乎残暴地不顾礼貌，马上逼着他当夜离开。他们实际上使用武力，把他全部的东西扔到街上，不准他向前来查询的卫兵长申诉。倘若利玛窦的仆人没有表明他们准备以武力对武力，那他差不多快要被粗暴地轰出去了。一见利玛窦神父送给他的文件，总督就明白这是他所疑心的那个人。这一发现使他高兴，他命武官把洋人带到他的官府里来。利玛窦真被弄糊涂了。在去往官府的路上，他疑虑着应该提什么理由延长他在城里的逗留。他毫不怀疑将要发生什么事。当他进入官府大厅时，总督在宽敞的厅内半途相迎，离开他的大椅子去接待他。利玛窦正准备向他跪拜，这是对本府官员的常理，但总督示意他别这样做，要他向前，并且是总督先打开了话题。他说：我等着见你有很久了，你的人未到而名先到。我曾听说你的德行和学识，现在我对这两者都深信不疑，因为我从你的品貌和风度中看到了这点。言谈是不必要的，德行就在你的身上闪耀出来。这样一场出乎预料的接待，超出了他最好的愿望，简直令人吃惊不止。尽管他知道他远不配受到这样的赞扬，他仍然很高兴想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地位这样高的一个人会对他有这样高的评价。他把这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旨意，那是慈祥的，但又是强而有力的。他们浮沉不已，而使一切事物都按照上帝无穷智慧的安排，得到应该有的结局。利玛窦神父对总督的回答完全遵守中国的礼节。他说：我是什么人，应该受到如此礼遇。他不断重复这些话时发窘的样子，使总督深信他的话。后来总督询问有关利玛窦随侍郎在旅行中发生的一些事故，并发现他们跟他长期听说神父们的许多不幸遭遇完全一致。他也问起利玛窦在南京曾遇到的哪些官员。当利玛窦神父仅举出那个把他不光彩地驱逐出境的人的名字时，总督始终沉默着。利玛窦点到的那个人是总督的朋友，因此他只评论说，他高兴的是利玛窦和一个以诚实而非常闻名的人相识。于是他们继续交谈，从一个题目谈到另一个，整整谈了1个小时。谈话快要结束时，他问利玛窦打算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当他知道神父打算返回广东省时，总督说：何不留在这座最出名的城市和我们在一起呢？利玛窦回答说：我当然十分高兴留在这里，假如你给我必要的许可，那么就务必留在这里，你已经得到我的许可了。这样结束了会见，利玛窦神父满怀愉快地离去。他刚一离开府衙，他们双方的那位医生朋友就像平常一样来拜访总督。他开始谈到利玛窦神父，总督极感兴趣。医生告诉他，神父有数学器械，可以表明一天的时刻和黄道12宫以及别的很多事物，分毫不爽。不止于此，他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只读一遍便把整章的书都记住。他也谈到伯利三棱镜的奇妙，欧洲书籍中的神奇，以及其他很多惊人的表现。听了这一切之后，总督想要为自己做一只钟，同时他要求把这种人力记忆训练的办法译为中文，他好拿去教他的子女。他要看看伯利棱镜，也让他的家人看看。但后来当利玛窦神父把镜子送给他当作礼物时，他怎么都不肯接受，甚至医生向他保证说那是作为礼物献给他的，他还是不收。反之，他却讲了一个从中国史书中看到的很切合当时情况的故事。他说道，有一次一个有德的人有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当一位一辈子身居高位极有德行的人去拜访他时，他就把宝石送给此人。客人收下它，但马上又把它送回去，说这块宝石将永远属于你，别把它送给人。
除非送给自认是有德行的人。但如果他确实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当然绝不会接受他。所以宝饰总归是你的，马窦，你和我都要遵行这同一条道德途径。以这样友好的关系告别总督之后，他开始连续地对城里其他官员的拜访，其中有些他发现曾在广东省相识，他们又把他介绍给别人。那位总督密友的医生非常感激利玛窦神父，因为他收了他很多礼物，以致他总是向到他家来的官员们谈起神父。这一切的结果是，当总督对神父的友谊私下传开时，城里有声望的人都迫不及待地认为应当对利玛窦神父做友好的拜访。以上是原书的正文部分，后续的是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角度做的几点思考。第一，包装的胜利。当天主穿上儒服，利玛窦在南昌彻底放弃了僧侣形象，换上儒生冠袍，坐上了轿子。这种身份的投机立刻让他从街头异类变成了座上宾。这一点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残酷真相：你的思想不重要，你的编制和行头才决定了你是否有被尊重的资格。所谓的雅量往往只基于那些看起来和自己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第二，被异化的智慧作为奇技淫巧的记忆术。利玛窦教中国人数学，他们没有兴趣；利玛窦展示记忆术，他们挤破了头。这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极致的实用主义匮乏，他们不关心科学，只关心如何能更快地背诵圣贤书，用以换取功名。这种买椟还珠式的交流，注定了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只会变成一种毫无灵魂的工具。第三，权力的一言堂与众口铄金。屋主和朋友们前一秒还在逼迫利玛窦搬家，后一秒听说总督器重，立刻换了一副面孔。这种民间舆论随权力指挥棒起舞的现象，说明了基层社会完全缺乏独立人格。这种对强权的极度敬畏，正是导致传教事业在中国始终无法深入骨髓，只能游走在官场缝隙的根源。在一个只有主子和奴才逻辑的社会里，平等博爱的信仰不仅是陌生的，更是危险的。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3卷第11章，在南昌开辟了传教事业。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